他能清晰地感受到陈平身上那股若有若无的杀意，绝非玩笑。此时，幽月缓缓开口，他的声音清冷如玉，却带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。退下！中年男子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断臂处的剧痛让他几乎站立不稳。但面对魔女的命令，他最终还是咬着牙，怨毒地瞪了陈平一眼，踉跄着退到一旁，捂着伤口运转魔气止血。幽月这才将目光转向陈平，他的眼眸是极深的紫色，仿佛蕴含着无尽的星空。打量陈平的眼神中带着探究与凝重。刚才陈平出手的瞬间，连他都没能完全看清动作，只觉得一道金色流光闪过，中年男子的手臂便已落地。要知道，中年男子可是地仙境2品的修为，即便在黑煞魔宫也是排得上号的好手。散仙境6品却有如此战力，阁下倒是让我有些意外。幽月红唇轻启，语气听不出喜怒。一般般吧，我还未用尽全力。陈平谦虚地说道。可是这谦虚在那幽月眼里就是妥妥的装逼。胡麻子在一旁看得直啧舌，刚才他还觉得陈平斩杀地仙1品的老者已是牛逼，没想到面对地仙境2品的魔修，陈平竟能一招断其臂膀，这份实力未免也太吓人了。他悄悄拉了拉陈平的衣袖，低声道：“这魔女看起来不好惹，咱们见好就收。”陈平没有回头，只是用余光扫了一眼四周。刚才幽月出现时，空间波动异常强烈，显然是掌握了某种高阶空间秘术。而这九盘山深处隐隐传来数股不弱于幽月的气息，显然黑煞魔宫的实力远不止眼前这些。幽月沉吟片刻，道：“此事或许真有误会，不如这样，你们随我回黑煞魔宫一叙，我会派人查证胡氏一族之事。若这里真是你们的祖地，我黑煞魔宫自会给你们一个交代。”胡麻子与陈平对视一眼，点了点头。好，我们跟你去。胡麻子道。幽月微微一笑，转身朝山中走去，跟随幽月深入九盘山。陈平和胡麻子很快来到一座巍峨的黑色宫殿前，宫殿通体由黑曜石打造，散发着森冷的气息，四周魔气缭绕，隐约能听到凄厉的哀嚎声，仿佛有无数冤魂被困在其中。这就是黑煞魔宫。胡麻子皱眉道：“当年我族居住之地可没这么阴森。”幽月淡淡道：“魔族修炼之法与人族不同，环境自然也有所差异。”他挥了挥手，宫殿大门缓缓开启，一股浓郁的魔气扑面而来。陈平神色不变，胡麻子却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就在这时，突然4名手持长枪，身穿黑色盔甲的修士直接从那宫殿内冲了出来，而且一张巨大的黑网直接把陈平和胡麻子给笼罩起来。胡麻子一惊，而陈平则是眉头皱起，脸色变得十分难看。幽月脸色也变得十分难看，正要开口，却见大殿石阶上缓缓走来一个老者，而在老者身旁正是那个断臂的中年男子。2个小小人族也敢？中年男子面带嘲讽地看向陈平和胡麻子，可话没说完，只见一道金光闪过，中年男子的脑袋只见飞了出去，笼罩陈平他们的黑网不知何时早已支离破碎。而陈平手持斩龙剑，冷声道：“最烦在我面前装逼的人了。”老者眼睁睁看着中年男子的头颅滚落在地，滚烫的鲜血溅到他的黑色长袍上，一股浓重的血腥味瞬间弥漫开来。放肆！老者怒喝一声，声音如同惊雷在宫殿前炸响，周身魔气骤然暴涨，原本就阴沉的天空仿佛被墨汁浸染，狂风卷着碎石呼啸而过，连空气都变得粘稠而冰冷。他那双深陷的眼窝中迸射出骇人的红光，死死盯着陈平，仿佛要将他生吞活剥。黑煞魔宫岂容你这等小辈撒野？老者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柄暗绿色的古杖，
杖头镶嵌着一颗跳动的血色晶石，给我拿下这狂土，碎尸万段。随着他的话音落下，那4名手持长枪的黑色盔甲修士齐齐怒吼，身上爆发出地仙境1品的气息，枪尖闪烁着幽冷的寒光，朝着陈平猛刺而来。他们的动作整齐划一，枪影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纱网，显然是经过常年配合的死士。胡麻子下意识地抓起几张符咒，心脏狂跳不止。这4名甲士的气息比之前被杀的老者还要强盛，4人联手之下，即便是地仙境2品的修士也要暂避锋芒。然而陈平脸上却看不到丝毫慌乱。就在枪尖即将触及他衣襟的刹那，他动了，没有惊天动地的气势，甚至没有明显的动作，只有一道璀璨的金色剑光，如同破晓的晨曦，在昏暗的天地间一闪而逝。噗噗噗噗，4声几乎连成一片的轻响，仿佛切豆腐一般清脆。胡麻子甚至没能看清陈平是如何出剑的，只觉得眼前金光晃过。下一秒，那4名黑色盔甲修士的头颅便如同熟透的果实般纷纷坠地，枪子里喷出的鲜血如同4柱喷泉，染红了宫殿前的白玉石阶。4具无头尸体晃了晃，轰然倒地，手中的长枪哐当作响，在寂静的广场上显得格外刺耳。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。老者举着鼓杖的手僵在半空，脸上的暴怒凝固成难以置信的惊愕。那4名甲士是他亲手培养的亲信，跟随他征战多年，实力早已炉火纯青，即便面对地仙境2品的敌人也能周旋。可现在连对方的衣角都没碰到，就这么死了。他甚至没看清陈平的剑是从哪个方向刺来的。陈平缓缓收剑，斩龙剑上的血迹瞬间消失，恢复了古朴无华的模样。他抬眸看向老者，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深不见底的寒潭，声音里听不出任何情绪。我很生气。简单的4个字，却让老者浑身一寒，仿佛被毒蛇盯上一般。从踏入这9盘山开始，就总有人想给我找点麻烦。陈平一步步朝着老者走去，每一步落下，地面都微微震动，一股无形的威压如同潮水般扩散开来。刚才断他一臂是警告，现在杀他是因为他不长记性。他停下脚步，与老者相距不过10步，目光落在老者那张布满褶皱的脸上。你现在有2个选择，要么老实站着，要么下一个脑袋飞起来的就是你。老者喉咙滚动了一下，握着鼓杖的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。他活了近1000年，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见过，可从未有过像此刻这般的恐惧。陈平的眼神太过平静，平静的像是在陈述一个既定的事实。这种平静背后所蕴含的杀意，比任何歇斯底里的怒吼都要可怕。尤其是刚才那2剑，快得超乎想象。散仙境6品的修为，怎么可能拥有如此恐怖的速度和攻击力？这根本不符合常理。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。眼前这个人族修士恐怕隐藏了真实的实力。老者眼中的怒火渐渐被忌惮取代，紧握的鼓杖缓缓垂下，身上暴涨的魔气也收敛了几分。他知道自己绝非眼前这个年轻人的对手，硬拼只会落得和那5人一样的下场。就在这时，幽月的声音带着冰冷的怒意响起：鬼长老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他向前踏出一步，紫色的眼眸死死盯着老者，周身散发出不悦的气息。我已经说过，他们是我请回魔宫的客人，你为何要突然对他们下手，还动用了黑煞卫？那4名黑色盔甲修士正是黑煞魔宫中负责守卫核心区域的黑煞卫，直接听命于长老团，连她这个魔女都不能随意调动。鬼长老此举显然是没把她放在眼里。鬼长老转过身，脸上的忌惮瞬间被愤怒取代。他指着幽月，声音因激动而颤抖：客人，幽月，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你是黑煞魔宫的魔女。
是魔族未来的掌权者，怎么能把2个人族修士当成客人？这2个人族杀我魔宫弟子，毁我魔宫威严，你不仅不替他们报仇，反而要带他们进入大殿，你对得起历代魔宫先祖吗？黑煞卫何在？伴随着鬼长老的一声大喝，数十名黑煞卫涌了出来。他猛地转向那些刚刚被召唤来的黑煞卫，厉声道：都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把这2个人族拿下？出了任何事，由我一力承担。那些陆续从宫殿两侧涌出来的黑煞卫立刻握紧了武器，目光在幽月和鬼长老之间来回扫视。他们的数量足有数十个，个个气息强悍，其中不乏地仙境2品的高手。黑压压的一片，将陈平和胡麻子围在中间，场面一时剑拔弩张。退下！幽月冷喝一声，紫色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厉色。我是黑煞魔宫的魔女，这里还轮不到你来发号施令。然而那些黑煞卫却像是没听到他的话一般，依旧死死盯着陈平和胡麻子，手按在武器上，随时准备动手。他们的目光时不时瞟向鬼长老，显然是在等待他的进一步命令。幽月的脸色瞬间变得极为难看，握着袖中的手微微颤抖。他知道鬼长老在魔宫中有很高的威望，也知道长老团一直对他这个年轻的魔女心存不满，但没想到他们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违抗他的命令。就在这时，陈平忽然轻笑一声，看向幽月的眼神带着几分玩味，看来幽月魔女在这黑煞魔宫的地位也不怎么牢固啊。这句话如同一根针，狠狠刺在了幽月的痛处。他的脸色由白转青，又由青转紫，看向陈平的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，有愤怒，有难堪，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无奈。鬼长老见状，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。听到了吗？连外人都看得出来，你根本不配执掌黑煞魔宫。他转向陈平，语气带着一丝自以为是的傲慢。小子，你杀了我这么多手下，现在知道怕了。只要你乖乖束手就擒，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瞳孔突然骤缩，因为陈平动了。这一次陈平的速度比之前更快，只见一道残影闪过，几乎超越了肉眼所能捕捉的极限。鬼长老甚至来不及运转魔气护体，更来不及挥动手中的古杖，就感觉到右臂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。啊！凄厉的惨叫声响彻云霄，比之前中年男子的惨叫还要凄惨。鬼长老低头看去，只见自己的右臂从肩膀处被齐齐斩断，暗绿色的血液喷涌而出，溅得满地都是。那柄陪伴他多年的古杖也哐当一声掉在地上，杖头的血色晶石闪烁了几下便暗淡下去。你！鬼长老捂着断臂，疼得浑身发抖，看向陈平的眼神中充满了惊恐和难以置信。他怎么也想不通，陈平明明就在10步之外，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，而且出手如此之快。陈平一脚踩在那根古杖上，将其碾成粉碎，冷冷地看着鬼长老，刚才的话我不想再重复第3遍。鬼长老踉跄着连连后退，直到退出10几步才勉强站稳，看向陈平的眼神如同见了鬼一般。他能清晰地感受到陈平身上那股毫不掩饰的杀意，只要他再敢多说一个字，下一秒掉在地上的就是自己的脑袋。周围的黑煞卫们彻底懵了。鬼长老是长老团中的实权人物，修为早已达到地仙境3品，在整个黑煞魔宫中都算得上是顶尖高手，可现在竟然被一个散仙境6品的人族修士斩断了手臂，这简直颠覆了他们的认知。看着陈平那双冰冷的眼睛，感受着空气中那股令人窒息的威压，所有黑煞卫都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，纷纷让开了道路。刚才鬼长老下令时，他们还觉得胜券在握，可现在他们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，离这个煞星远点。连鬼长老都不是对手，他们上去岂不是送死？一时之间，原本剑拔弩张的场面变得诡异起来。
上百黑煞卫围成的圈子自动分开一条通道，没有人再敢上前，甚至不敢与陈平对视。幽月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先是一怔，随即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。他没想到陈平竟然会突然对鬼长老出手，更没想到陈平的实力竟然强到了这种地步。但不管怎么说，眼前的僵局被打破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中的波澜，冷冷地扫了一眼那些噤若寒蝉的黑煞卫，又看了看脸色惨白的鬼煞长老，沉声道：还不快滚！鬼长老嘴唇哆嗦着，想说什么，却最终没能说出口。他怨毒地瞪了陈平一眼，捂着断臂，在几名心腹的搀扶下狼狈地离开了广场。那些黑煞卫们见状，也纷纷低下头，默默地退到了宫殿两侧，不敢再有任何动作。广场上终于恢复了平静，只剩下地上的尸体和血迹在无声地诉说着刚才的惨烈。幽月走到陈平面前，紫色的眼眸中情绪复杂，多谢。虽然他很不喜欢陈平刚才那句嘲讽，但不可否认是陈平的出手帮他解了围。如果今天这件事传出去，他这个魔女的威严只会荡然无存。陈平不置可否地挑了挑眉，我只是不想有人一直烦我。他转身看向胡麻子，发现这家伙正张着嘴，一脸呆滞地看着自己，不由得笑道：走了，不是要查你胡氏一族的事吗？胡麻子这才回过神来，用力咽了口唾沫，快步跟上陈平的脚步。幽月看着两人的背影，眼神闪烁了几下，也连忙跟了上去。穿过宽阔的广场，三人走进了那座巍峨的黑色宫殿。大殿内部比外面看起来更加宏伟，穹顶高达数十丈，雕刻着无数狰狞的魔纹，散发着淡淡的荧光。两侧矗立着一根根巨大的黑色石柱，柱身上缠绕着栩栩如生的魔龙雕像，仿佛随时会活过来一般。大殿尽头是一座高高的王座，由整块黑曜石雕琢而成，上面镶嵌着无数宝石，散发着奢华而冰冷的气息。幽月请陈平和胡麻子在大殿两侧的石椅上坐下，随即拍了拍手。很快，两名身穿仕女服饰的魔族女子端着茶水走了进来，她们低着头，将茶杯放在三人面前的石桌上，然后快步退了出去，自始至终不敢抬头看陈平一眼。两位稍等片刻，我已经让人去查阅魔宫的古籍了。幽月端起茶杯，轻轻抿了一口。关于九盘山的历史，魔宫的古籍中或许会有记载。陈平端起茶杯，看了一眼里面墨绿色的茶水，眉头微蹙，并没有喝。这茶水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腥气，显然不是给人族准备的。胡麻子也学着陈平的样子，只是捧着茶杯，目光却在大殿内四处打量，眼神中带着一丝复杂的情绪。这里曾是他胡氏一族的祖地，如今却成了魔族的宫殿，物是人非，让他心中感慨万千。大殿内一时陷入了沉默，只有穹顶魔纹散发的荧光偶尔闪烁，映照在三人脸上，气氛显得有些微妙。陈平闭着眼睛，看似在闭目养神，实则在暗中运转神识，探查着整座宫殿的情况。这座黑煞魔宫比他想象中还要庞大，内部结构错综复杂，隐隐能感受到数十股强大的气息，其中不乏与幽月实力相当甚至更强的存在。看来这黑煞魔宫的水比想象中要深得多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名身穿灰色长袍的老者快步走了进来，他手中捧着一卷泛黄的古籍，走到幽月面前，躬身行礼：启禀魔女，属下查阅了所有关于九盘山的记载，找到了一些关于胡氏一族的信息。胡麻子猛地站起身，激动地看着那名老者：怎么样？上面有记载吗？我胡氏一族到底怎么了？老者看了胡麻子一眼，又看了看幽月，见幽月点头示意，才缓缓开口道：古籍中记载，九盘山确实有一个胡氏一族在此居住，乃是当时四重天有名的符咒世家。
族中曾出过几名符咒大师，鼎盛时期甚至有地仙境4品的修士坐镇。那后来呢？胡麻子追问，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。老者叹了口气，继续说道：大约2800年前，胡氏一族突然遭到不明势力的袭击，整座山脉被夷为平地，族中弟子几乎全军覆没，只有少数几人侥幸逃脱，从此销声匿迹。至于袭击者是谁，古籍中并没有详细记载，只说是一群实力强大的黑衣人，手段极为残忍。什么？胡麻子如遭雷击，踉跄着后退一步，脸上血色尽失，灭族了。我胡氏一族竟然被灭族了。他的眼中充满了痛苦和难以置信，双手紧紧攥着拳头，指甲深深嵌入掌心，鲜血顺着指缝滴落下来。虽然早就有了心理准备，但亲耳听到这个消息，他还是无法接受。